最近怎么样？赔了一些钱。不太顺利吧？我希望你天天开心。他不可能就是一个只是拥抱，他一定有目的。你要坚持到什么时候？如果我想退休的时候，就是我人生终结的时候。45分钟，他说给我15分钟。啊，来了一个。哎，你好。你好。你想对今年的自己说点什么？明年再努力点吧。你好。你好。刚才那个女孩把我弄哭了。2023年7月，任泉开始在街头拥抱陌生人，并将这一过程在自己的账号直播。很多人在陌生人的拥抱中得到了温暖的力量。赔了一些钱啊，没有人去说。最近怎么样？很好，给你一杯咖啡。啊，谢谢。客气。作为他的老朋友，我打算跟他一起体验一次在街头拥抱路人的感觉。我现在好激动啊！等着一会儿。我今天穿的已经很多了。你看我穿滑雪裤，我们俩还说那个当时那个餐厅哪道菜最好吃了，鲶鱼。我们俩在那儿回忆那个。鲶鱼最好吃。是鲶鱼吗？是。对对对，好像是。哦，麻辣鲶鱼。对，好像是辣。有点太薄了。没事，我里边穿着那个保暖裤。趁着人少，咱们先在车上逛2圈。哎，这就是原来那属地吗？对。哪个呀？是这个？叫真地道的这个店，现在已经换成另外一家。但是门帘怎么感觉还跟当年一样啊？哎，我就记得那时候你们还经常来啊？我们经常来，燕燕给你拍的那一期嘛。对对对对。然后我印象那个咱们在这儿吃饭，第一次，你给我跟你讲，你知道那天的话题是什么吗？理财。哎，好，这怎么没有变化呢？你当年就在这桌跟我们讲理财。是吗？哎，那时候突然就找到这个地儿来了啊！你刚才说了一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你看现在呢，就是知道太多，但是有的时候不爱说，不敢讲。当年就是感觉啥都不知道，就是其实只知道一点点，然后我们就都愿意，就觉得是个专家。对，原来这儿还有个地下这块儿，我们当时还有个酒吧嘛，在地下的时候，对。这就是全哥当年的属地传说，特别火。来北京的时候创业的第一个地方，还是挺古朴的，那我们去找找地儿吧。你有没有考虑在十字路口这儿？其实有，我觉得这感觉不错。尝试过，但十字路口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有点特别匆忙去选择我要往哪儿走，看红绿灯，所以我有一次也站在十字路口，半个小时没有人理我。就十字路口我很喜欢，但是确实是，其实十字路口关注的不是自己的眼前，我觉得是就像方向嘛，远方。这变化太大了。想找当年的回忆，当年任泉的餐厅跟我的那个刚开始创业的办公室，我办公室就在那边。其实差不多，再走走找找地方。我们这样的，我们就在这边找。我觉得找到一个又没有标志，然后 OK 好，对，那我们就往这边走。这地儿还不好找呢。对，因为不能人太多，太多的话呢，一个也是就是会影响别人的这个感受啊、交通啊，还有就是
还要找一个不能让别人看到的地儿。又得拥抱，又不能让粉丝变成不太想，对，不太想。我是觉得还是一个这个跟陌生人拥抱的，这个是我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初衷。看过一本书还是谁说的，说就这个时间差不多6点来钟下班的时候，你看这个天光，他说在都市人他这个情绪是最想家，好像最有这种疏离感，最孤独的时候。就是开直播，我完全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东说开就开了。因为我没有什么目的，对我来讲，你说的它没有实际的意义，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我想去体验。但是这种体验呢，我想1个星期1次呢，我要背后一个给我自己的一个小的目标，就是要坚持下去。你要坚持到什么时候？至少50次，这1年不管刮风下雨。一会儿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你也没有目标，没有目的，也没有，还没人抱我，没人抱你，你更体验的更去思考的很多。你在那个时候不是你孤独，你我不说，你会一会儿你会有感受。那没人抱你的时候多吗？太多了，10分钟都没有一个人抱你。对，但是抱不抱我对我来讲不是我要求的，我是要体验。就跟陌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们在我眼前走过，我也不知道，但是听到他们的声音，然后每个呼吸声都能听得很清楚，然后包括抱的人，每一个人都形形色色，很多人已经上百个人去跟他一起拥抱。我觉得这种体验是我特别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不可能一个陌生人，然后又趴在你的怀里，它就是2个陌生人的这种交流，是我。我觉得那种我特别想知道是什么驱动他们去主动拥抱一个陌生人，因为你知道咱们中国人，其实是那种没有这个文化，对，没有这文化，而且我们就是比较含蓄，你就跟家里人都不抱，你就别说陌生人了。在这个留言里边，我的留言特别多，就是幕后的啊，他们都说，他说全哥看到你的拥抱，他说我真的需要一个拥抱。我长大25岁，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抱过我。这个事儿就我突然找到了，就是我想做之后想再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等一下，我记下来。这小美女真漂亮啊！谢谢。这是帅哥啊！是吧？他是不是漂亮啊？我俩什么？是不是一对儿？我们俩是一家的吗？是啊，我看着像。是吧？啊，哪有一家长得都这么好看的？您今天给我的鼓励，我太开心了。你也漂亮，本人漂亮。谢谢。你看这帅哥越来越帅，多精神呢！碰到一个那个北京阿姨爱聊天儿，最重要是夸我漂亮，夸全哥漂亮。你真没有想到，就大街上我们俩系鞋带儿，而且咱俩都50了，被人夸漂亮。呀！我们就在这儿吗？这个地方挺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你看每次下班的时候，大家在这儿买点心，然后就回家。有没有人给你吃的呀？有很多啊，真的很多，给我热的咖啡，还有他自己买完从那路过以后就看到我，他说给你吧，我还没喝呢。那你一般拿什么设备呢？我这样的，我其实就是一个手机。这是我刚才放在这儿的，其实就一台手机就可以了。你就别在人家车这儿啊，因为就放在这个，一般都找一个共享单车，然后放在这儿，放个电池，很简单。我看一下这边。对。然后就是开了以后就是，然后拿了这样的一个牌子，一会儿我们就准备开始了。那我们真的开始了。OK，没问题。这么半天都没人，我太紧张了。我估计我站那儿也没人。
我在家看他那直播，我就看，我这知道自己一会儿要去体验，我看这个没人抱我就着急。只要有一个抱他的，我就从车上跳下去，去问问。全哥要站45分钟，他说给我15分钟。真的挺冷的今天。啊，来了一个。你好，你好，最近怎么样？挺好的，谢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加油！谢谢。好。OK。你好，你好，最近怎么样？还不错。刚下班吗？没有，我是刚放学。啊，学生。对，是的。谢谢。嗨 ，Hello， 你们好。来，再录一个新的节目，然后就在记录那个全哥这个过程。就是你们刚才为什么会走过去拥抱？因为我看好多人都没有抱就过去了。可能他有什么困难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需要温暖了，然后我们就抱一下，然后给他个安慰。对，给陌生人一个安慰。你感觉他有困难了是吧？对，可能是这样。你好。你好。你好。Hello。你好。Hello。你好。有点冷今天。可能我现在也需要这样一个鼓励，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互相的。觉得还挺好玩的，那么冷的天气他还站那块儿。就是当他问到我最近怎么样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话不能对认识的人或者是熟悉的人去诉说，那可能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些温暖的话语，可能会促进人心底那个最需要、最渴望的一个点吧。以前我可能会用说或者就是流泪或者说大笑或者倾诉的方式去宣泄自己的情绪，但是这一次就会让我觉得拥抱也是去消化自己情绪、去宣发自己的一种方式。现在几点了？是不是该我了？还有多久？还有4分钟。我好紧张。我戴个帽子吧。你好。你好。最近怎么样？挺好的。最近我瘦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知道了。该我上场了，我要体验。我一直在看直播。今天有点冷。哇，你太棒了！你看，我看我弄一下。拿帽子把它框住。你把耳朵戴上吧，有点凉。好，再往上一点点，把嘴巴露出来。好，那俊杰我出去了啊，你体验一下啊。那我是怎么？哎，等，全哥你别走，我是怎么着？可以说话吗？你这样的，你先体验一下不说话的感受，然后一会儿呢，你可以把你真实的感受可以在我的直播间里边跟这些朋友们分享。我是要张着手吗？可以，也可以不用。对。全哥。哎。想跑。你这个连拉带拽的，不像一个。不是，关键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人抱我了。没事儿，我这个其实现在直播间里很多人在看你这种直播的。那我能跟大家说话吗？可以。刚才抱我的是俩女孩是吗？好像有一个男生，然后刚才有一个女孩趴在我怀里一直在哭。那为什么没有人趴在我怀里哭？你赶紧走开，要不然没人过来抱我了。好吧。你觉得我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吗？我觉得你这样的往后一点点，就不用动，就这样站着就好了。
你好。你好。你好吗？我好。我能问你个问题吗？问。你想对今年的自己说点什么？明年再努力点吧。还不努力呀？不努力。OK， 拜拜。啊，好累。哎，你好。你好。你好。你今天好吗？不是很好。怎么了呀？就是有点想妈妈，一点点。你家是在外地是吧？对，在东北，但是我妈妈已经去世了。哦。但是还行吧，今天也有一点点冷，所以有一点点想。你会遇到爱你的人的。好。好吗？好的。谢谢。谢谢。他没哭，我怎么快哭了？哦，好难过。静姐，我回来了，我觉得有点谢谢。刚才那个女孩把我弄哭了。哦，我觉得这个力量，太强大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很多好朋友加入，因为这是个好事儿。其实不是拥抱别人，是治愈自己。是的。刚才最后那个女孩，就是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能接下茬的主持人。她刚才说，我本来以为她说她下班或工作上的事儿，然后她就说她妈妈去世了，我就接不上话了。我觉得那个，就是你蒙着眼睛的时候，那个东西太打动你了。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很多朋友加入进来，把它接拢，好吧？对。那我有点太冷了，今天我手冻僵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静姐今天来探班，谢谢谢谢体验，谢谢。哎呀，我觉得真的好好那种感觉。再一会儿我也受不了了。你第一次呢？我第一次没有直播，我就是站在那儿体验，我就是体验半个小时，所以后来就说，哎，做一看看，就说同时把机器就直播打开，没想有人，因为你没有互动嘛。你第一次有人报，在哪儿？我第一次有人报的。就是你想试试，对吧？对，我就这个我想体验，但是有人报的，但是没直播。你是从夏天报到现在？对，我从夏天最热的时候报到最冷。你最热的时候就浑身大汗，穿短袖还是浑身大汗，所以报过来很有体验。就是什么呢？就刚才你说的一句话，在直播的时候，就是说，不是我们给别人温暖和力量，是治愈自己，别人给我们一种。那种你平时感受不到的那种。有一天有一个人啊，他就说好难呐，就3个字，我一下那个一刻啊，我就抱他就特别用力的啊，我就觉得得多难呢，就那一下你就其实不是一种情感，就是男人之间的那种体谅他的这种在生存过程当中的那种，对，又想表达，但是又不能去直接面对事实的这种。哎，你说，就我真不知道中年男人抱你的多吗？因为今天我看到的就偏年轻。我不知道。我是每次播完以后就特别饿。我也是。只要有火锅，全身就是暖的。火锅鱼。看你的下面留言，有人说你这是霸道总裁，你干嘛要做这件事儿啊？对吧？就是说，好多人都觉得他一定不单纯，他一定有目的，他一定怎么？我有目的啊。
你的目的是什么呀？我目的一个是就是说我体验不一样的我的生活状态，这是我的目的。就是人你在做一件没有利益驱动的事的时候，当别人比如说有一些对你的这样的一些误解，你可以刚才你说你可以做到，去消化它。你之前有过没有消化的时候吗？肯定有啊。哪个时段？我觉得是在我20年前，如果这个人说这个今天10%，就是说100人里有10个人说你不好，我会难过3天。20年前啊，在10年前呢，我觉得我会难过半天。但是5年前，我可能会在意不难过了啊，在意1个小时。但我现在呢，基本上没有体感了，就别人说我不好，甚至于不止这个上边啊。我以前觉得就是说，我站在我的角度，现在我都站在别人的角度，你还对别人会有质疑呢，也未必是准确的。所以就是说，改变自己，我觉得不能会改变别人说你不好，我觉得只能是改变自己。我现在学的就是什么呢？一切东西要求我自己做改变。就是我跟团队开会的时候，我不喜欢的是什么？我说的是真的，就是都要说好话。我说，我们每一天开会呢，我说先说问题，不管哪个部门，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甚至于就是我今天说完这件事情，你们必须得真实的去对我这个事情的回应。我讲的是真实，强调3遍，就是说不要去讲，哎，因为是全哥，因为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想的，或者是直接。变成一种文化，一开始应该不习惯。对，因为我要谁都愿意听好的，没错。但是，一旦习惯了，静姐，我现在如果开会全都是好的，我会心虚，我会慌。这公司难道没问题吗？不可能。哎，那你觉得是跟年龄有关，还是跟怎么修炼有关，还是经历了什么有关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我是一个思考型的人，哥。你什么时候觉得你是思考型的人？我一直就是，我从小就是。等我到20岁的时候，我已经是考上大学了，那个戏轩已经是明星的摇篮，我又开始担忧，我这要是平庸怎么办？这么多优秀的人，我就开始给自己特别大的压力。我和冰姐当时1年级的时候，我说咱俩要努力，真的啊，我说咱俩要努力，为什么呢？我说我们俩是小地方来的。还有我们俩没有那么优秀，还有就是说我们家境也没有那么好，有钱就赚，就是别人看不上的15块钱演个小品，当年我们俩真的是到那个就居委会的露天的那种啊，拿几个什么包啊道具什么的。我都比别人当时算是好的啊，我又丑，这以后没戏演怎么办啊？就比别人就是特累，但是呢，一旦你累变成模型了，你也就习惯了。就包括你后来做投资，你说你再也不想演戏，想专注做这件事儿，然后错过了那种很多在台前的，你后悔不后悔啊？不后悔。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我没有想象到的。我做演员的时候是一个职业，体验到就是说演员的光环，这种就是演员不同塑造的这样角色。我突然做投资这件事情，我对这个世界，原先我看的是这么大，我看的是这么大，还有就在这个过程中给我带来很多我不了解的、我不懂的，甚至于就太多。这个是突然把我打开，就是说我会觉得我不白来一次。因为你要跟很多创业者聊2个小时、3个小时，那时候你才发现，你就像一个海绵一样，那个水一直到，那个瘾比当演员要强，对吧？我这10年都在，不是就是因为是咱们聊天做节目，我真的在学习，而且这个学习是什么呢？我理解，不是以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就我现在学这个半个小时，我会。哎呀，那个全是毛孔，就不像我们上学时候。就以前听人家的东西，你是听不懂，我是听不懂，看似听懂，其实真的没听懂。但现在呢，真的去听完以后呢，我会觉得我特别的强大，
就是你真的是把你不懂的懂了以后啊，你的强大不是以前说我怎么牛，我怎么生意做大，不是，我是觉得内心的那种笃定和对这件事情，现在呢就会自己非常明确、认真，不要投机，不要取巧，甚至不要有贪念，念都不能有。我跟我的团队天天说，跟他们说是什么呢？告诉我自己，一定不能走捷径。所以就是这是我今天的感悟，以前可能就是跟你当演员完全不一样了。什么快来什么。我就在想，他的转变是在什么时候呢？我觉得人的这个就是说，你天天在思考，天天在去汲取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的改变不是你来决定的。首先，不怕很多事情，以前怕老、怕死、怕这个、怕那个，我就现在觉得就会去面对。怕输、怕失败。对。但是做投资这件事因为你投的公司我不是说你啊，做投资人90%。的公司都有可能中间就没了，所以好多人都以为说这个人做投资他赚钱了，其实投资人不是这样的。所以前一段时间其实很多标题党啊，什么说我什么投资的事情，我从来一个字没有回复。我是觉得呢，这件事情就呵呵，还有就是说，我觉得不在我解释的范畴，我解释你也听不懂，所以我就不解释。还有就是这个人都要承受，甚至于就是说那么大个事儿，热搜第1名你都没回复啊，会不会别人误解你？我说，误解和不误解对我来讲不重要了，我重要的是我这件事情做好就行了。今天是你8年前关闭你个人工作室整整8年。你当时发了一条微博，是几号来着？今天是28。你是11月27号，说我宣布关闭我真的个人工作室。哇！全部我特别佩服你，我觉得好多当时你记不记得那时候投资热潮，咱们圈里很多人就是也去参与到投资里面，但很多人都留一手，基本上又在台前又做投资。我觉得你当时就是去宣布说我不再演戏了，不在台前了，专心做这件事儿。是的。你没给自己留条后路吗？当时？为什么关闭工作室？我觉得工作室也是艺人的影子。我觉得任何一件事情不专注都做不好，这是我从小还是比较认知的。好多人说还想让你出来拍戏，你难道真不考虑吗？绝对不考虑。一个是什么呢？没时间，还有就是，但是反过来讲啊，我今天我也在思考啊，如果我再演，我自己在问我自己啊，能不能演好？我个人觉得，我现在在看我10年前演的东西太肤浅了，不能这么说，不是真的肤浅，我就觉得根本不会演戏。我其实，在做角色不做演员的时候，还是比较迷茫和彷徨。因为也不确定就是未来好和不好啊，其实是不确定性很大，而且从零开始。但是10年之后，我会为我当时的角色鼓个掌，因为我觉得好难，就放弃那么大的一个利益，从新开始就是，而且一点经验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为我当年鼓个掌，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勇气了，去做这么大的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么多年呢，其实包括这次你说咱俩聊聊这件事情啊，然后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你上次上来就跟我说你要采访我就算了吧。对，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没什么可说的。你今天能感受到，就是我们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节目啊？就咱俩就是全程无灯光，就在这
跟我一起去找场地，然后去体验这么冷的地方。我是觉得就是这次来就我们俩聊天呢，太开心了。那天你说完以后呢，因为我真正的说实话，就包括做演员的时候，能去敞开聊的是你那次第一次。就我们那一次聊天，我会印象很深。就其实是一个你们很欢乐的情况下，就聊了一个，就是说20年前我的一个那样的一个经历和过程。你就不想让别人了解你？对，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想了解别人的人。你感兴趣点不在这儿。对，没错。我会觉得今天啊，给我的感觉，我觉得当然你去拥抱陌生人，我感觉就是你其实内心深处，也是一种需要被拥抱的力量。就你需要有一个人把你拉到你舒适圈外的另外一个状态，强行带入到一个非常跟过去不一样的世界。一个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好难的。还有就是说，越是在这个不管是做投资啊复杂的那样的一个系统里边，其实想找到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反而是你最追求的。复杂的东西可能都是你光环的东西，但是其实那个东西不一定是你最真实的想追求的东西。我特别喜欢我们00几年在北京的时光。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正好2000年我做的那个超级访问，也被大家认可了。然后你是正好拍那几部戏嘛，我印象特深。那时候我还去那个展会，当时卖节目还要去展会，门口那个展会门口就贴着你那个少年包青天那大海报。我们从那样一个环境走到创业者的行列，我觉得我们也挺勇敢的啊。也会退休吗？不会，永远都不会。永远不会。我很明确这件事情，我就到70岁那一天我也不退休。如果我想退休的时候，就是我人生终结的时候，我是绝对不可以退休的。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我非常明确的啊，其他不明确。对于退休这件事情，我是不可以的。全哥，我觉得这期节目我找到了一句标题，就是把自己变小，把世界放大。就当你自己越来越小的时候，其实你的世界就是变大了。所以你看你越来越美，觉得可能跟我们的内心是有关的。太好了，这衣服也漂亮。你好。你好。最近怎么样？还挺不错的。最近怎么样？最近特别爽。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纪录片新浪综艺。你好。你好。Hello。Hello。You're Russian？ 哦，你听懂中文？懂了。谢谢你们。